大家好，我阿傻，好像有一阵子没有分享流派了。今天来分享我在 SS11使用的拓荒流派创伤火魔灵。这季异常体系大改动，只看武器上的异常点伤，不再吃技能本身的伤害倍率，让我想起以前尝试过的收割火魔灵。不过点燃给召唤物使用不好拿到点燃上限，所以这次就改用不用撑上限的创伤来游玩。透过同构武装将双手武器上的大量创伤点伤同构给魔灵。每只魔灵的异常都是独立计算的，所以我们就能轻松拿到3层的创伤。不过缺点也十分明显，各种普通的创伤流派使用的增伤手段我们都没办法使用，因为伤害来源于召唤物，所以只能透过召唤物伤害去做增伤。而召唤物的装备与天赋说实在挺少的，其中能给异常状态增伤的又更少，大部分前期都非常贵，所以玩过之后我不是很推荐使用这流派来开荒。有兴趣的话，建议有一定资金后再来玩会更舒服。目前伤害大约在210左右，不过因为特性的关系生存非常差，但在禁欲8以前应该不太会去管了，毕竟前期还是刷得快比较重要。装备部分，头盔我看这几天有掉价，就先买了捣乱分子，前期可以先用邪龙或是可睡装都可以。胸甲跟项链使用这2件便宜传奇，由于火魔灵是双属性，所以 CP 值挺高的。为神找3条的大概20火而已，我是运气好把废瓷也瓦成全属了。手套之后大概会换掌中血海，所以我就先不管它了。鞋子为了跑速跟技能等级，所以优先上86装了。美梦的冷却不是必要的，主要是解放技能连线，让冷眼伤害可以更高。腰带由于只有3光环，所以映射其实还好，用全部技能等级也不会差很多。想要伤害最高的话，可以选冷眼。戒指1颗用美梦来上诅咒，另外1颗我先使用号令指环来加暴击，后期可能会改成可血装。武器部分86装选择双手斧或弩都可以，哪边有便宜的 T 装就买来做。其实前期用弩会更好，这样位移还可以选冷却更短的集中上膛。真品的话就建议双手斧了，弩没什么好用的基础词。词缀部分除了创伤以外，加具效果最重要，因为魔灵能拿到加具效果的方式非常少，所以基本不用考虑边际效应。由于基础词能用的有限，后缀会有1条废词，之后上真品的提升应该会非常大。特性部分45特性一开始可以先选下面，前期直接用激发技能去烧怪会打比较快，后面封印够了再转上面拿强化技能几率。60天赋下面的完全没用，我们不需要放终极技能，怒放的增伤异常状态也吃不到，所以不用考虑。75特性建议选上面，比较能维持任务。火魔灵攻速不像电魔灵一样那么快，不用引导下线也可以维持，不过这特性也是导致魔灵一脆皮的原因，之后应该会找特性等级补上生存吧。技能部分目前比较没有特别的地方，先快速带过。由于天赋使用冷眼，所以能省的能量尽量省。火魔灵的这2个辅助都非常便宜，我趁前面灵感素还很便宜时就直接先升到顶了。丰收时刻换其他辅助伤害会更高，不过有这颗魔灵的激发比较能常驻，我之后应该也还是会继续用这。另外生长值部分前期尽量想办法到300，因为火魔灵到3阶后强化技能还会有额外伤害。天赋如果有选毒癖西进的话，可以改用生命开增伤光环，领域扩张或武器增幅都可以。天赋部分这边用来补强化技能几率，最好是补到100%，因为基础技能会让火魔灵浪费时间走路。24特性前面先用强力护卫拿升长值，有创伤武器后优先同构武装，最好是用石板补另外1条。炼金术士的大天赋前期都比较没用，所以我是先拿生不息盖掉了，生长只有500后可以用深渊爪牙，不过对我现在的配置来说没什么影响，所以暂时没有改动。生不息会让伤害一直浮动，配上异常状态挺适合的。机械师不是必要的，几率造成异常炼金术士那边也有，选一边点就好。如果炼金术士那边有点的话，也可以改用影武者，反正2边的中小天赋都没什么用，后期有可能会改钢铁先锋来拿生存。巫妖中小天赋强，所以不太会改动。腰带有冷眼的话，可以改拿毒臂多开1个增伤光环，或是用生不息盖掉。神谱先找同构武装或强力护卫加1技能等级，还挺便宜的，因为召唤能用的天赋不太多，除非后面掏到便宜的双天赋神谱，不然之后有可能会改用薯条。
神角因为火魔灵玩的人少，所以这种加2等的还挺便宜，直接买3块来用也可以。用3块神角的话不用群星，我这边是先随便买一个来用，剩下3块机械神我都是先找加1等随便洗能用的词而已，应该会直接用到去做毕业版，目前应该还是以提升装备优先。器灵部分没什么好用的器灵，除了幽谷花灵补60生长值以外，龙蝎火女要高星才有给伤害，所以我直接拿蓝色的出来用了。命运部分我都是找便宜的伤害，把用不到的天赋盖掉而已。差一些生长值到门槛的话，可以花一些钱买小型命运来补，不建议买中型的生长值，毕竟迟早会换掉。但小型的可以用到最后。这次拓荒分享到这边，目前离U8还有一大段距离，但接下来要有大提升，应该都会非常贵了。目前在8之0是能直接速刷，不过考虑到门票价格与赛季机制，我是选择打8之2，应该要刷好一阵子了。别担心，没意外的话，应该是会继续玩这个流派，等之后成型或是毕业后会再分享给大家。我是阿傻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